美国怎么办？美国看照片吃土。对，看照片吃土。我们回来了，其实我们已经回来好几天了，然后也去 Trader Joe 采买了一些小东西。今天是从亚洲回来第一趟跑好事多的一天，想说来记录一下这个礼拜的伙食费。如果是之前已经买的，那我就不算在里面。这一个礼拜的所有 ，by the way， 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就录到星期天，然后看这个礼拜的伙食费跟一些杂货支出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2026年的美国通膨的状况有多严重？出发！脸皮很厚的，就是在很多人在排队要加油的状态下这边录影，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员工看我慢慢的把相机拿出来，慢慢的这边排价钱，很贵耶。圣地亚哥，5.5一加仑，一加仑是多少？今天虽然太阳很大，但是温度上只有显示18、19度，所以偏凉。戴了帽子出门，但是帽子戴了就不能戴墨镜了，还是说不要戴墨镜，反正要去室内。好，来看一下好事多要花多少钱。想买锅子，但放眼望去没有一个是特价的，颇贵的耶。我们有一种吃不起美牛的感觉了，好可怕哦！怎么变那么贵？是不是要放弃吃美牛了？有芒果拉稀耶，就感觉很 authentic。这里看一下，不行，这个里面还是有含糖，还是要这个优酪乳，试喝看看。我回来了，好久没有用这个角度跟大家 say hello。刚从好事多回来，看一下这一次买了多少吧。黄金奇异果，我这次还有看到他们推出的第3种奇异果，就是绿色、黄色，还有另外一种很像 blood orange 的那种血橙的颜色的奇异果，这已经颇贵的，我真的有点难想象另外一款。洛梨24颗鸡蛋，超大一袋红萝卜，牛奶总共6罐。草莓，我觉得草莓有涨价，然后要新强势的优酪乳 cover 是这样念的吗？有机豆腐总共4盒，最后这个是排骨，噔噔，再来煮冬瓜排骨汤。最后就是洗衣定跟漱口水。Sam 后来喜欢上这个漱口水的味道。我们会知道这个牌子是因为之前俄罗斯妹妹就住在对面的那个邻居，在搬家的时候留了一罐没有开封的给我们用，就发现它不会那种咬舌头的感觉，比较清爽，然后又不会太强烈，所以 Sam 就指定要这个牌子。以上今天这样花了185。我回来啦！刚跟朋友去吃饭，真的觉得在 San Diego 生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大家要努力赚钱，才能努力的吃。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发现我回来的这几个礼拜要用英文聊天，一直吃螺丝，讲错话，讲错字，用错字，还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回到原本在这里生活的那种语言模式。来看一下买了什么吧。感觉好像才刚从大华回来而已，全新角度直接放进冰箱。青江菜、菠菜，然后 Sam 说他想要吃那个炖排骨，所以买了萝卜来煮排骨汤。米粉，想说有高丽菜，再来炒个米粉。大白菜，买了这个要来酿恐怖茶了，康普茶，一直说恐怖茶。红果。同一个牌子的还拿了凤梨，最后一个是荔枝，这个我们试过，很好喝。这2个是还没有试过的，但我知道的是，只要是凤梨口味的恐怖茶我都很爱。然后这是从来没有试过的，我本身也不会吃红龙果，但就想说试试看。今天这样花了15.64元，放在 Sam 桌上，他要记账，把家里收拾一下。我要来退冰排骨，准备一下晚餐的食材。从日本买回来的那个士迪乳吗？我一直觉得很干就是还不够保湿。
我在上士底乳之前还先喷了玫瑰水，就直接擦士底乳，没有上乳液，然后就现在觉得超干的，然后一回来就一直冒痘痘。今天已经礼拜4了，5、6日，剩下3天。这个礼拜其实也算蛮忙碌的，一直没有好好的坐下来跟大家讲。我的原本的想法是连3餐都要算进去，就是算一些零头之类的。但是后来想说呢，那都是上礼拜已经付的菜钱，然后上个礼拜叫的外卖，然后我们只是接下去吃而已，这样算一算，好像就是有一种重复付钱的感觉，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一些加到这个礼拜的费用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都没有在外面花什么钱的感觉，但事实上，光是 Costco 跟99 Ranch 应该就够我们吃超过这个礼拜了，所以我就没有把上个礼拜吃剩下的继续吃的那一些东西也算到这个礼拜的花费里面。That's why 我刚刚剪完影片，所以我现在眼睛有点浮肿，让我冰敷一下，顺便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是星期五，早上是吃自己做的吐司，然后中午是吃昨天剩下来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在外面花到一些钱。但是明天跟后天因为刚从美国回来，想要约一些朋友见面，所以势必是要外食了。剩下2天的记录了，其实有点紧张。我平常是有在节制自己花钱，但是记账的人是 Sam， 然后我也没有刻意去想说这个月花多少钱，这个礼拜花多少钱，所以接下来连续星期六、星期天要去外食的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太超乎大家想象。但是这样就是最近一直看到日本通膨，然后日本的居民生活过得有些辛苦，然后心里可能会埋怨外国人的这个新闻。然后我就想到前几个礼拜在日本的那个状态，就OK， 好像就 make sense 了。就对我们这种外国人消费起来会很开心，可是他们应该过得很辛苦吧？台湾涨价这次回去我也觉得蛮严重的，就是整个通膨，然后以前换算的那个方式跟现在的这种想法好像就有点不一样。也就是为什么促使我回来美国之后会想要拍这一集的内容。然后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就是我又改造了一下我的房间。就是一个至少每半年就会想要变动一下家里的家具的感觉。原本书桌在那里，然后我就是一直很不喜欢那里被炙烧的感觉，因为离太阳很近。虽然我贴了隔热贴，但为了通风，我都会把窗户打开，所以紫外线进来或者是一个热气进来的话，其实就是很容易就会被晒晕。然后我现在改到本来背面的这个角落是放植物跟印表机的，所以就整个对调了。眼睛非常的干，非常的涩，有点肿肿的感觉。它是不是被那个其他企业买下来了 ？Blue Bottle， 我有听说。San Diego 的新建案耶，今天来陪 Hannah 洗澡喽。Okay. Hi, this is my friend Olivia. Hi, a vlogger. If you're okay with me filming. Right now? I mean, just for the dog. Just the. Go ahead. Oh yeah, cool. Yeah. Thank you. Let's go. 你先，他应该会跟你。Hi, Hannah. Oh my gosh, hi, baby. Hi, sweetheart. 还不错。以前就觉得想要去日本说走就走2个小时就到了，我2个小时都还开不到 LA。对啊。我觉得忍了3年之后回台湾，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然后，对。只有6块钱左右，我就要点这个 breakfast semi on a croissant。结果我根本就没有拍我买了什么，我就吃完了，12块，我记得
朋友有拍照，我就用他的照片，你再传给我。好的。又跑回这个植物后院来。朋友说他想要看这个 Monstera， 这么大一盆50-40哎，觉得还蛮划算的。里面有一些盆，这边全部都是5块钱，实在太划算了。知道这间之后，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其他地方买植物。这可以放阳台上吧？这好像挺大的。还蛮漂亮的。是有花吗？这应该就是花苞了吧？哎，还是线？哇，大背光！我找了一个盆，希望装得下。这样子超大一个，拖到地板上的感觉，居然才15哎！这在外面卖应该要75有吧？55至少。后面那个白色的我觉得超美的，不知道养不养得活，但它的垂坠感就没有这一株来的好。我想要一点垂坠感，但我又想要这个白色。哦，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逛了，居然还有蓝莓，是吧？这是蓝莓吧？蓝莓要100块。扶桑花哎，都没有发现。下手了，大家。这个多少钱啊？15。我家也有一只哎。那你的呢 ？Monstera。呀，好棒哦！对，我还买了另外2个，但是他说这个。今天是星期一了，是5月4号星期一。结算上个礼拜的所有花费，不知道是多少。你想，如果是1个月，希望定在1000、1500，那希望这个礼拜就我的花费，我们的花费500块，希望是可以的，压在500块。这是好小资的心态哦，还是就不管了哦。有一个我没有记到的是，上个礼拜3还礼拜4，我有去上皮拉提斯，我也没有拍到，好像是一个点数2块钱，然后花了我多少点呢 ？Let me see， 5点10美金的皮拉提斯也要算进去，所以今天这样子不是今天，所以这个礼拜总共花了310块。我真的在做这个影片内容的时候，我有发现自己有比较克制。如果一般生活当中我有50%的自制能力的话，在拍这集的时候是100%的自制能力，尤其是在跟朋友约见面，然后他要请客的时候，或者是跟朋友见面，然后大家都点了一大盘，然后我只点1杯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就是没有办法伸缩自如的感觉，没有办法就是享受当下花钱的那种爽快。但就是为了拍这一集，心理上好像有莫名的一些小压力。我知道大家赚钱都很辛苦，拍这集不是想要跟大家比较，或者是想要跟大家炫富，也没有什么富，就是一个很小资的心态。总是想要跟大家记录一下现在在南加州，在圣地亚哥的生活状况。以前来看，一个礼拜是310美金，以那个礼拜来看是310美金。不知道大家一个礼拜生活费是多少呢？希望大家今天这集也看的是有所收获，有一些心得的。那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再继续拍一样的内容，我们就下次见喽！谢谢收看，拜拜。